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看到面包角落发霉，想说切掉那一部分就好了，其他没有发霉的地方还是可以吃的。这个习惯其实是让你吃下肝癌的帮凶，还有肾脏的杀手。有时候我们以为只是食物上那一点小霉菌，但在显微镜下，那一点霉菌可能藏着致命的毒素。这些霉菌不是普通的坏东西，它们是能制造霉菌毒素的生物化学高手。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两个最有名也最危险的霉菌毒素，黄曲毒素和赭曲毒素。在台湾这种又热又湿的气候里，这两种毒素几乎无所不在。只要有谷物、花生、豆类、咖啡豆或果干，它们就有机会成为霉菌的培养皿。黄曲毒素是由黄曲菌分泌的，它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，也就是 IARC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列为第一级致癌物，也就是确定对人类致癌的物质。这一级的东西可不是随便什么化学品就能进榜。在同一个等级里的还有香烟烟雾、石棉、紫外线，甚至是我们熟悉的酒精。IARC 依照致癌证据的强弱，把所有可疑的物质分成几个等级。最危险的是 Group 1，确定对人类致癌。这类有非常明确的人体证据，像黄曲毒素、烟草、石棉都在这一级。再来是 Group 2A， 可能对人类致癌，通常是动物实验已经证明会致癌，而且和人类的生理反应很接近。举例来说，一些农药或加工肉制品里的特定物质就属于这一级。Group 2B， 疑似对人类致癌，动物实验中确实会产生肿瘤，但人体证据还不够。赭曲毒素就属于这一级。最后是 Group 3， 尚无法归类，资料太少或结果不一致，还没办法下结论。所以你看，黄曲毒素是确定的致癌物，赭曲毒素虽然只是疑似，但仍然不能掉以轻心，特别是它对肾脏的慢性伤害是长期、缓慢却无法逆转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些霉菌为什么要分泌毒素？它们明明不会吃人类，干嘛要搞出这么致命的化学物质？答案是，这完全是它们在霉菌界的生存策略。以黄曲菌为例，它生活在充满竞争的环境里，粮食堆、谷仓、潮湿的食品中，到处都是微生物在抢营养，所以它制造出黄曲毒素，当作化学武器，能抑制其他霉菌和细菌的生长，帮助它独占资源。同时，黄曲毒素也能毒杀某些昆虫幼虫，避免昆虫啃食它的栖地。对黄曲菌来说，这是完美的防御机制。另外，当它面临干旱、高温或氧化压力时，产毒基因会被启动。研究者推测，这些毒素可能原本是它对抗环境压力的副产品，有助于稳定细胞代谢，只是演化过程中，这个副产品刚好对人类非常有毒。赭曲毒素的故事也很雷同，它们由赭曲菌、青霉菌、黑曲菌群产生，主要栖息于凉爽又潮湿的环境，如咖啡豆、葡萄干、谷仓与香料中。这种毒素同样能抑制其他微生物生长，也可能干扰昆虫活动，帮助霉菌在竞争中占优势。简单说，这些霉菌毒素都是霉菌在演化里误伤人类的生存利器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们只是误闯战场。而这些看不见的毒素也真的藏得很深，就算食物表面你只看到一小块发霉，那只是冰山一角，霉菌的菌丝与毒素早已渗透整个食物内部，所以切掉发霉的部分根本没有用，整个食物都得丢掉。在实验室里，我们会用异相层析 HPLC 或酵素免疫分析 ELISA 来检测这些毒素。这些方法能在极低浓度下测出黄曲毒素或赭曲毒素，但对一般民众来说，最实际的防线其实是预防。保持厨房干燥，储粮通风，选择有品质保证的产品，特别是花生、坚果、五谷杂粮、果干这些高风险食材，一定要确保包装完好，避免受潮。要记得，这些霉菌毒素并不容易被高温破坏，煮熟、烘焙、炸过都不能保证安全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它有机会滋生。从检验的角度看，霉菌毒素就像一种慢性炸弹，它不会让你立刻倒下，但会在肝脏、肾脏里一点一滴累积，10年、20年后才引发严重疾病。所以，下次当你看到食物上有一点霉菌时，请不要心疼那一口，
因为你丢掉的不只是食物，而是未来可能的一场疾病。保持干净的环境，选择安全的食品，这些看似微小的习惯，才是守护健康最实际的防线。如果你喜欢这类从检验看生活健康的内容，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，也别忘了订阅小小观察、大大检验。我们下次见。